你有没有认真的想过，古代以色列出埃及之后，真的把迦南所有的民族都杀光了吗？他们在旷野整整漂了40年，最后却像审判者一样杀进那片土地。可他们自己其实并不是那里的原住民。那问题来了，他们到底凭什么要把那块地占为己有？我们常常听到得地为业这句话，很多基督徒一听这词儿就点头，哦，这是神的应许。可你有没有问过自己，在这句话的背后到底隐藏着什么样的逻辑？难道只要说是上帝的名义，就能合理的赶走甚至灭绝其他的民族吗？如果这叫正义，那么这个正义到底是谁来定义的？别说是那个遥远的古代，以色列驻联合国大使就在联合国大会上举起一本希伯来圣经，当着全世界的面说，这本书证明包括加沙在内的所有土地都属于以色列人民。你没有听错，他真的就是这么说的。可问题是，这本塔纳赫真的能够当成加沙的地契吗？我的频道不是来挑战信仰的，而是想带你回到那些经文最原始的现场，看看那些熟悉的句子背后，是不是还有一些我们平时没有被提醒去注意的细节。很多流传广泛的讲法，讲的是爱、恩典与顺服，这些当然重要，但圣经还有另外一面，一段充满战争、矛盾、挣扎甚至撕裂的历史。我们常以为自己了解圣经，但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接触到的只是最容易接受、最不惹事儿的那部分内容。大家好，我是 Kevin， 欢迎回到神话探索。如果你想跳出你所熟悉的宗教语境的信息茧房，尤其是在华人世界中被强调的那种顺服为善的福音叙事，你必须直面一个被有意掩盖的真相。有多少战争是打着得地为业的旗号开打的？有多少土地是在神的名义中被洗劫、被圈占的？而你口中的信仰，是否已经悄悄沦为服从权力的工具？历史上，神的名义曾被无数次用来发动战争、设立法律、划分疆界。但是那个最初被钉在十字架上的真理，并不是为了成全这些。今天呢，我们继续巨人的后裔系列。如果你觉得这个视频有价值，别忘了点赞、分享，特别是一定要关注我们的频道。谢谢大家。你还记得索多玛和俄摩拉吗？那两座在烈焰中被彻底吞没的城市，我们在之前的视频《索多玛之战》中讲过他们的故事。如今的那些城市早已化为了灰烬，埋在了尘土之下。可是那片土地似乎从未真正的沉没，他们依旧在历史的深处低语，讲述着一段更古老、更深层的警告。那不只是两座城市的毁灭，而是一场未尽的冲突，关于血统，关于堕落，也关于进化的战争。今天呢，我们要重新走入这段常被误解的历史，看看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旅程是一条怎样的路，从奴役出发，一路走向征服。但他们面对的敌人不只是那些地图上的名字，迦南人、赫人、亚摩利人，而是一个更古老、更神秘的存在——尼非林。在学术界，关于以色列人出埃及后的行进路线，其实有两种主流的假说。一种是传统路线，认为他们从埃及东北部出发，途经西奈半岛，最终绕道东面进入摩押平原，这是多数地图、影视资料采用的路径。而另一种观点则提出，出埃及的路线呢，则更偏南，甚至可能深入到今天的阿拉伯半岛西北部，包括米甸、河烈山等区域。但目前这个路线的考古证据相对模糊，相关的地图也并不统一。但是我个人其实更倾向于这个路线。可是呢，由于缺乏高质量且一致的地图资料，今天我们采用的是传统路线来展示出埃及的主要节点。为什么神要让以色列人成为奴隶，在埃及的铁炉中被炼400年？有人说是为了训练他们的忍耐，有人说是因为他们忘记了自己的约。但另一个被忽视的问题是，他们所要面对的敌人早已不是普通意义上的人类。在出埃及记的神迹中，隐藏着一些被人遗忘的钥匙，而这些钥匙呢，能揭开尼非林血统的谜团，也能解释那段看似野蛮的历史。为何神命令以色列人摧毁一整个地区的文明？那片被神称为流奶与蜜之地的应许之地，并非空无一人。
而是密布着敌意。迦南人、赫人、亚摩利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这些民族的背后藏着尼非林的爪牙。他们并非普通人，他们是堕落天使与人类交合之后的产物。他们的存在本身就是对神创造秩序的亵渎。但讽刺的是，无论是历史学家还是神学家，在研究这段文明断裂的关键时刻，总是有意无意地略过了尼非林的存在。所以呢，当我们说征服迦南，那可能不只是抢占一块地，而是一场带有血统与信仰清洗性质的战争。这听起来可能不太舒服，也难怪主流神学通常选择把尼非林视为象征性的说法，或者干脆避而不谈。而在世俗学界，出埃及整件事儿常被划入宗教神话一类。有些学者甚至断言，所谓的以色列人其实只是迦南人内部的一个分支。这种说法呢，听上去貌似合理，但却绕不开一个问题：如果他们本来就是土著，为什么要在自己的历史中反复强调我们是外来者？这种自我设定本身就等同于放弃了合法性，并引发敌意。从任何文化架构的角度来看，都是不合逻辑的。可他们的传统从来没有试图掩盖这一点。他们说，我们不是从这里来的，我们是被带进来的。我们的祖先亚伯拉罕是来自加勒底的乌尔，也就是今天伊拉克南部的一个外族人。从亚伯拉罕的迁徙到摩西的出埃及，这个民族呢一直在重复了一个信念：我们不是土著，而是被呼召而来的。更有意思的是，考古学也提供了一些支持。比如那块梅伦普塔石碑，由埃及法老在公元前1210年左右立下，是现存最早提及以色列人的文献。他将以色列单独列出，与迦南人、狐狸人和其他的游牧部落并列，明确指出这是一个与当地文化结构不同的族群。可另一个问题随之浮现：如果你要为一个民族写下历史的起点，你会从哪里开始？为什么不是胜利，而是奴役？不是光荣，而是苦难？这正是以色列人历史的特殊之处。它不是一个靠战争建立的国家，而是一个被压迫、漂泊、重建信仰所塑造出来的共同体。当他们终于离开埃及的时候，他们只是一群刚刚脱离奴役的群体，信仰模糊，身份碎裂。他们对独一真神的理解只剩下祖先口中那片段的记忆。直到一个人站出来，摩西，他不是王，也不是祭司，更像是一位唤醒者。他带着他们离开埃及，穿越旷野，重新召唤出那个被遗忘的名字，不是众神之一，而是那个唯一不能被替代的神。可他们准备好了吗？当第一次抵达应许之地的边缘时，他们退缩了。摩西派出了12个探子进入那块地，10个回来说，那里住着高大的民族，我们在他们眼里像蚂蚱，我们自己也觉得渺小无力。于是呢，他们犹豫了，甚至想要回埃及，不是因为那里更好，而是因为他们还没明白，自由不是一夜之间变得强大的，而是一条需要挣扎、需要承担的路。那一刻的恐惧暴露了他们真正的问题。肉体虽已脱离了奴役，但心灵仍困在旧有的枷锁之中。就在12个探子侦察迦南之前，以色列人才刚刚踏上逃亡的旅程，他们还没来得及适应自由的空气，一场突如其来的背叛就在西奈山下爆发了。这就是金牛犊事件。那是一尊用金子铸成的牛像，不是普通的装饰品，而是一件具有明确宗教象征的物品。它揭示了一件事儿：这群刚刚逃离奴役的人，他们的信仰并没有真正离开埃及。面对茫然无措的道路，他们回到了最熟悉的方式，铸造偶像，围着跳舞、献祭、歌唱，仿佛那个带他们出埃及的神已经被忘在了半路。他们甚至说，以色列啊，这就是带你出埃及的神。那一刻不只是信仰的崩塌，更像是旧世界秩序的全面复活。西奈山上的石板还没有刻完，山脚下奴隶时代的神明已经归位。按出埃及记的描述，这件事儿彻底激怒了那位曾带他们离开的神。圣经甚至记录了这句话：我要将他们灭绝，只留下你一个人，从头开始。于是呢，摩西站了出来，他没有为百姓开脱，也没有歌颂信仰，他只是用理性、历史还有世人的眼光劝神放弃这场彻底的毁灭。这场对话在经文里极具张力。
也是那段历史里最接近彻底改写结局的时刻之一。如果摩西没有说服成功，以色列人的故事或许就此终结在山下，我们的历史呢，也将走向另一条时间线。学者托马斯·卡希尔曾这样的解读：这场金牛事件不是偶然的，它预示着这代人并不配走进未来，他们太习惯依赖，太擅长回头，遇到一点风吹草动就开始抱怨，只想找一个新的主人，却不知道该如何承担自由。于是那接下来的40年旷野不是惩罚，而是筛选，他们得等一个新的世代的诞生。出生在流浪中，没有亲身经历过奴役，学会靠自己，学会记住唯一的神。而这头金牛呢，也绝不是牛犊那么简单。有很多学者指出，它可能与亚特兰蒂斯神话中的公牛崇拜相关，也可能延续了迦南文化中的公牛神的传统，象征男性力量、权柄与生殖力。英国神职学者约翰波特认为，圣经中用牛犊一词可能是刻意在贬低它的真实含义。他指出，那更像是一头成年的公牛。而在古代近东的神话体系中，这类雄牛常常代表某种至高的神权。还有另一种观点则认为，这尊金牛确实来自埃及的神话系统，尤其是那套围绕阿比斯、奥西里斯展开的神奇结构。女神伊西斯生下一头神圣的牛犊，死后转化为冥神奥西里斯的化身，而阿比斯公牛呢，则成为法老王权与神性合一的象征。换句话说，那头金牛不是一个偶像，而是一个完整的信仰系统，它承载着控制、力量与轮回，是古代王权与多神体系中最常见的精神核心。甚至还有研究者指出，亚伦之所以能够亲手铸造出这尊金牛，并非是偶然。他的岳父叶特罗出自一个被称为基尼人的部落，据传这一族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一个更古老的名字——土巴该隐。这是创世纪中被称为炼铜打铁之祖的人，也被认为是人类技术文明的早期传承者。他出自该隐的后裔，象征人类在堕落后仍然拥有制造与掌控的能力。他的后代呢，正是那些能够造偶像、铸武器、掌握神秘知识的人。所以那尊金牛既是对自由的背叛，也是一场救神信仰的复辟。金牛事件之后呢，以色列人离开了西奈山，那是出埃及的第2年，短暂的希望刚刚升起来，就被偶像的阴影又拉了回去。接下来的40年呢，他们没有进入那片应许之地，而是在一望无际的旷野里来来回回的迁徙、扎营、等待。从河烈到巴兰，从白日的热浪到清晨的露水，这个民族就在沙漠中慢慢长出了属于第2代的骨架。他们不是在为生存而流浪，而是在被重新锻造。他们用律法取代了混乱，用纪律重建了身份，从一群被奴役的人变成了一群愿意承担信仰的人。这种重铸整整持续了40年，和他们当初探子进入迦南地窥探那片土地所花的40天刚好对应。40年的时间过去了，摩西带着一代被苦难锤炼的民族再次站在了命运的门口。这一次呢，他们准备好了，但神却依然没有让他们走最短的路。从西奈山出发，直线北上，穿越非利士地，那是条最直接的路线，也是最危险的路径。那条路被5座坚固的军事堡垒守卫，每一座都不是普通的城邦，而是非利士人武装的联盟。加萨、加特、亚什突、亚什基伦、以格伦5座城市如同5根钢钉钉在应许之地南部的边界线上。非利士人是战士民族，他们早已征服了巴勒斯坦地区，甚至摧毁了赫人帝国，同时还威胁着埃及的边境。学者劳伦斯·加德纳指出，摩西绕行不是因为懦弱，而是因为非利士联盟的军事配置不适合成为这支新生之军的首战目标。事实上呢，这个决定早在出埃及时神就已经定下了，这在出埃及记13章17节中有记载。这并非是一次路线调整，而是一次心理与信仰的调整。于是呢，他们绕过北方，改道南下，再东进，走向了一块熟悉却布满伤痕的区域，就是亚玛力人出没的地方。也就是在40年前，他们遭遇了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军事冲突。亚玛力人趁他们疲惫、队形松散时突袭，那一战留下了血债，也拉开了夙愿，
如今呢，他们绕道不仅是寻找一条更合适的路径，或许也是在面对那段未竟的历史。亚玛力人从来不只是南部沙漠里流动作战的小部族，在古代的记载中呢，他们还有另一个名字，东方之民。除了那支在西奈旷野突然袭击以色列人的部队，还有另一支亚玛力人的势力活跃在约旦河以东。以色列人接下来要北上进入应许之地，中途必须穿越一片崎岖的高地，那就是以东，又叫希尔山，也被称为以扫之地。这片地呢，属于雅各的哥哥以扫的后裔，在血缘上他是以色列的兄弟民族。摩西派出使者郑重请愿，请求通行，以兄弟之名保证和平。他说，我们不喝你们一滴水，不采一根草，一切所用照价赔偿，绝不占你们一分便宜。可回应却是冷冷的一句，不可通过。以东王不仅拒绝，还调兵示警，摆出迎战的姿态。这不是因为害怕，而是出于深层的防备，甚至是敌意。面对这种局势，以色列人没有选择冲突，而是选择了避战，转身离开。这并不是退缩，而是遵命。那时候以色列人领受了一条明确的指令，不得主动与以东、亚门、摩押三个民族开战。尽管这三族文化上混杂，但血脉上他们都源自亚伯拉罕，因此呢，仍在神早期盟约的保护名单之中。于是以色列人绕行，继续东进。他们从加底斯出发，朝何尔山而去。这段路是他们旅程的一个转折点，也是一个重要人物的终点。亚伦，摩西的兄长，也就是以色列的大祭司，就在这里走到了生命的终站。他因在米利巴事件中违背神的命令，被剥夺了进入应许之地的资格。而他的姐姐米利暗也早前病逝于加底斯，他的死同样被视为神对反叛行为的回应。两位支柱性的长者相继离世，为这40年旷野漂流画下了一个沉重的句点。以色列人为亚伦哀悼30天，然后再次拔营，重新上路。他们知道接下来的旅程不再属于上一代，而是交到了那些在旷野中出生，从没有看到过埃及金字塔，却在信仰和律法中长大的年轻人手里。就在以色列人绕过以东，准备北上之际，南地的亚拉德王突然出兵，在何尔山附近袭击以色列人，毫无预兆。经文当中没有写理由，但我们可以推断，这是一场代际仇恨的延续。亚拉德是迦南王，他的地盘在南地，今天称为特尔亚拉德遗址。以色列人击败了亚拉德，彻底毁灭了其城镇，并将那地名命名为荷尔玛，意为毁灭。这与何尔山、何利人甚至 Hor 这一词本身的语义之间似乎存在着某种隐藏的关联，它们都有相同的词根 Hor。 有学者指出 Hor 可能源自闪语中的洞穴或山地人的意思。那么亚拉德的失败呢，预言着一个巨人之地的终结正在到来。荷尔玛的战斗结束后，以色列人并没有立刻北上征服迦南，而是选择绕行，从红海一线折回，走了一条更远却更稳妥的路线。他们在俄伯扎营，又来到以耶亚巴林。圣经特别提到这里是面朝日出的高地，这种空间的描写在圣经中极为罕见，或许正是暗示他们将面对的敌人来自东方的某种古老的势力。他们来到死海南部的高原地带，正好位于亚门人和摩押人交界的区域。这个地方意义非凡，东边已经接近古代美索不达米亚的边缘，西边则是应许之地的门户，而中间这片地带呢，长期活跃着东方亚玛力人与米甸人，是以色列人不得不提防的潜在威胁区。接着以色列人将跨过雅嫩河，进入亚摩利人控制的地带。这条河既是地理的分界，也是摩押人与亚摩利人之间的文化界限。但在进入亚摩利地之前，还有一段背景不能忽略。在古代的近东，真正主动清除过巨人后裔的，也就是利法因人的民族只有3个：摩押、亚门以及以东的部分支派。他们有个共同点，全是亚伯拉罕的亲族后裔。摩押与亚门是罗德的后代，以东则是雅各的兄长以扫的后裔。圣经在申命记第2章中对这段历史有明确的记载，也就是说，摩押、亚门和部分以东人早就做了以色列后来被要求去做的事儿，他们主动净化了自己的土地。因此呢，神在接下来的旅途中特别嘱咐，不可扰害摩押人，也不可与他们征战，不可扰害亚门人，也不可挑衅他们。于是以色列人绕过了这3个族群，不攻击，不挑衅，继续北上。
不过以东的情况比摩押和亚门复杂得多，虽然整体上是以扫的后代，但内部并不统一，其中有一支势力由亚玛利、以利法斯、基纳斯等分支组成，据说与何利人通婚，逐渐形成了一个混合的联盟。后来呢，这股势力被部分研究者称为大亚玛利亚国家，他们不仅没有驱逐境内的巨人族群，反而成了这些古老血统的延续和庇护者。这一点呢，直接决定了神对他们的态度。出埃及记里有一句非常直接的话，耶和华说，我必世世代代的和亚玛利人征战。这不是临时的报复，也不是某种民族的情绪，而是一条被写进圣约结构中的长期命令。这也解释了一个很多人疑惑的问题，为什么以色列人征战时只针对特定的民族，却刻意绕过摩押、亚门甚至以东的大部分地区？其实答案早就写在了经文里，神并没有要求他们征服所有的国家，而是命令他们清除那些与堕落血统有关的残余势力。换句话说，这不是为了扩张，也不是出于野心，而是一场延续自洪水之后的血统清理的任务。遗憾的是，这样的选择性征战在历史学界和宗教界几乎没有人提，更是没有人注意到摩押、亚门这些民族曾主动完成了他们自己的内部进化。如果我们换个角度理解，以色列人所面对的并不只是普通的军事挑战，而是延续了千年的血统与信仰的延续战。说到这里呢，我们回应一下视频开头的那个问题，今天的以色列真的还是圣经里的那个以色列吗？看看今天这片土地的真实情况，比如说加沙地带。古时候呢，这里是非利士人5大城邦之一。非利士人是谁呢？不是闪族人，他们是从地中海东岸飘来的海上民族，和以色列人几乎是世仇。可你知道吗？今天住在加沙的人早就不是非利士人的后裔了。他们是谁呢？在阿拉伯帝国、奥斯曼土耳其、英属托管，还有一场场战争和流亡之后，在这片土地上的人早就被一层又一层的统治和融合所改变了，最终留下来的是一个被历史反复碾压的民族，也就是我们所熟知的巴勒斯坦人。所以现在你看到的以色列与巴勒斯坦的冲突，是不是3000年前迦南战争的延续呢？并不是。前者呢是现代民族国家之间围绕主权、土地与自觉的冲突，后者是一场基于古代宗教盟约的清理战争，两者不能混为一谈。但偏偏就有人硬要混，比如就在不久前，以色列驻联合国的大使公开在大会上举起了一本犹太圣经，宣称包括加沙在内的土地都属于以色列人。他的依据是申命记，听起来气势十足，但你知道这代表什么吗？这不是回溯历史，而是一次偷梁换柱。我来讲讲为什么。公元70年，耶路撒冷被罗马彻底摧毁，犹太人开始了长达2000年的流散，他们离开了这块土地，飘向东欧、中东、北非，过程中通婚、迁徙、文化融合，世世代代血统早就被打散了。今天的以色列人口主力是谁？他们叫做阿什肯纳兹犹太人，来自东欧地区，血统中融入了大量斯拉夫人、白人，甚至还有部分日耳曼基因。他们的外貌、语言、生活方式已经与古代中东的希伯来人相差甚远。还有一部分是米兹拉奇犹太人，他们是留在中东的古老族群，肤色较深，长相也更像中东人，但今天在以色列内部只占不到30%人口。至于掌握权力的，无论是军方、科技、金融、媒体，几乎清一色的是阿什肯纳兹人。再来一个更有争议的说法，可萨王国。传说中呢，在9世纪时，一个突厥化的民族可萨人集体改信了犹太教，成了文化上的犹太人。一些学者认为，今天不少犹太人可能是他们的后裔。虽然这个说法学界仍有争议，但至少说明一点，今天的以色列与圣经中的以色列，他们之间相隔了太久的历史，太多的混血与政治转变，已经不能简单的以圣经作为地契。至于可萨王国的故事，我今天就不再展开细讲，等以后会员频道上线之后，我会给你系统讲清楚这段冷门但关键的历史。所以呢，当大使高举圣经说这地属于我们，其实做的是什么？是把一段早已中断的历史硬生生地接在圣经之上，这不是父权，这是张冠李戴。此外呢，我们还得回到一个根本的问题，
既然那片土地是上帝应许给以色列的，那这份应许是不是无条件的？很多人没意识到，圣经本身说得很清楚，这块地是有条件的地业，不是你说这是神给你的就是你的。上帝在申命记和利未记里反复强调，只有在你们清除地上的邪恶，摧毁偶像，不与异族通婚，不学他们的行为，才可以永远住在这地上。否则呢，这地必把你们吐出去，就像他把前人吐出去一样。事实上，以色列人并没有完成这个清除任务。士师记里直接写明了，他们没有赶尽杀绝，反而留下了许多敌人，与他们混居，甚至通婚拜偶像。从那一刻开始，整个历史变了，神的惩罚临到，圣地不再安稳，被侵略，被掳走，王国分裂，圣殿被毁。你可以说这是一个神与人之间违约之后的漫长冷却期。那么问题来了，如果人违了约，那这地的应许是不是也就不再有效呢？这个问题呢，大家可以在留言区讨论。好了，今天就讲到这里。我所讲述的不是古老的神话传说，而是发生在脚下土地上的命运选择，那些从远古延续至今的挣扎、冲突与未尽的故事。但这个故事还没完，下期我们将走入迦南征服的核心战役，从耶利哥的崩塌，到巨人王西宏与噩的覆灭，再到约书亚如何击溃山地的亚纳人，横扫31王国。那不只是战争，那是一场神对尼非林血统的最终清算。